这个男孩与几名同胞跪成一排，旁边的乐师看出了男孩的恐惧，男孩闭上眼睛，等待刽子手的手起刀落。这时乐师开始奏乐为他送行，男孩专注聆听着古琴音律。这时刽子手拿起锋利的大刀，旁边的同胞们一个个人头落地，他吓得不敢看。片刻后，他仰起头，大声唱起歌：两只小狗碰见骨头。你敢相信吗？这个差点命丧断头台的孩子，竟然是未来的秦始皇嬴政。然而他的命运却十分多舛，刚出生就被俘虏到燕国，成为人质，被一位好心的燕国女人抚养。而这个女人也有一个儿子，叫高渐离。两个孩子从小一起长大，情同手足。高渐离本是燕国乐师之子，遗传了父亲的音乐才华，弹得一手好琴。一天，一批秦国人质被问斩，嬴政也是其中一人，但因为他是秦国之子，军官觉得留下他或许还有用，也便活了下来。他对杀死自己同胞的刽子手充满怨恨。晚上，嬴政和高渐离蹑手蹑脚地来到牢房，拿着烛火一照，发现刽子手醉酒，正呼呼大睡，遂一人架起刽子手的一只手，把他拖到了门口。这时，另一名守卫突然醒来，两人顿时惊恐万分，不敢行动。没想到那名守卫也喝醉了。他们把刽子手拖到牢房外，绑住他的双手，用力一推，刽子手落入了他们预先挖好的土坑里，随后往土坑里填土。土里的人突然有了动静，两人赶紧跳进坑里采石，继续往坑里填土。就这样，刽子手被活埋。第二天，两人的勾当就被发现，士兵将他俩扣上枷锁，准备行刑。本以为这次必死无疑，没想到秦国派来使者接嬴政回国，而顾念兄弟的嬴政将高渐离也带了回去。回去的路上，使者认为高渐离和秦国没啥关系，趁嬴政熟睡时，就将高渐离丢下了马车，二人就此分道扬镳，天各一方。时间转瞬即逝，嬴政成为了秦国的秦王，拥有绝对实力的他，号令三秦大军攻城占地，目前已经灭了韩、魏、赵三国。他在百万大军面前立下雄心壮志，即将灭了剩下的燕、楚、齐三国，统一六国指日可待。大臣提醒嬴政，灭国的顺序说错了，嬴政不以为然。他之所以把燕国提前，是因为高渐离就在燕国，他想请高渐离谱写秦颂，以代表自己的雄心壮志。高渐离乃当今第一乐师，由他来谱写，实至名归。而另一边，燕国剑客荆轲受太子丹之命，前去刺杀秦王。荆轲找到樊将军，攻上大计。樊将军本是秦国大将，却因背叛秦国，归降于燕国。得知高渐离与嬴政在童年时期交情甚深，二人便找上了他，邀请高渐离加入他们的队伍，这样才更有胜算。高渐离念及与嬴政的旧情，委婉拒绝。突然，荆轲手起刀落，砍掉了樊将军的头颅，因为只有献上樊将军的头颅，才能赢得嬴政的信任。见高渐离不想加入，荆轲只能作罢，独自一人带着头颅和燕国的地图前往秦国，面见秦王。看到樊将军的头颅后，嬴政大喜，立马对荆轲产生信任感。荆轲又向嬴政献上燕国地图，可嬴政对地图没有兴趣。荆轲受挫，连忙谎称高渐离为了求和，亲手割断自己的食指，就藏在地图里面。这招果然引起嬴政的注意，立刻让荆轲呈上地图。荆轲上前，趁其不备，拔出地图里的短剑刺向嬴政。好在嬴政眼疾手快，只是受了一点伤，刺杀任务失败。嬴政勃然大怒，下令出兵荡平燕国，人出不留。此时高渐离正在传道授业解惑，得知秦军即将踏平燕国，他满脸自信，秦军绝不敢冒犯我100尺之内。可下一秒，两个秦军就把他撵了出去，身旁的人全部被杀，现场血光四溅。高渐离被带上了马车，随后被五花大绑，他气得口吐芬芳。不会吧？啊！你们大王嬴政吃过我娘的奶！燕国的俘虏们额头上都被残忍地烙上了个囚字，发配边疆，以便修筑长城。此时秦王的小公主岳阳公主也来看热闹，高渐离一看到她就出言不逊，称她为秦国的婊子。秦国的王贲将军一听这话，当即拿来烙印烙了上去。高渐离痛得嗷大叫，随后被带进了皇宫。秦王得知后匆匆赶去见他，没想到一进门就被高渐离扔书砸脑门。高渐离奋力反抗，几个秦军都压不住他。嬴政见到他激动万分，蹲在地上伸手去摸他的头。高渐离一抬头，让嬴政大吃一惊，他的头上被烙上了大大的囚字。嬴政气得大骂手下，心疼地摸着高渐离的额头，急忙叫御医把字去掉。此时的高渐离因为受辱恨上心头，竟然当着众人的面对秦王破口大骂。这个乐师是秦王最看重的男人，可男人却憎恨冷血的秦王，竟然要出手杀了他。
高渐离趁机抽出守卫的剑扑向秦王，守卫及时抱住了他。高渐离满脸愤怒地举剑指着秦王，随后一阵口吐芬芳。你心如蛇蝎！你听到这话，引得嬴政和岳阳公主一阵大笑。这时嬴政起身走到高渐离面前，把头凑到他耳边，让他在这安心住下。可锦衣玉食并没有打动他的心，他开始绝食，只求一死。嬴政十分愁苦。这时岳阳公主主动请缨，要用阴阳之术让高渐离进食。高渐离躺在床上奄奄一息，周围一堆伙夫在做饭。岳阳公主手里拿着美味佳肴，在他身旁吃了起来，时不时还往他鼻子里吹气，随后拿起勺子往他嘴里喂水，却被高渐离躲开。他又心生一妙计，拿起古琴，在高渐离身边弹起了他的经典之作，就是当年嬴政被砍头时高渐离给唱的那首童谣。终于让高渐离有所动摇。岳阳公主询问他死前有何遗愿，没想到他竟然对公主伸出咸猪手。眼看着高渐离有了反应，他立马喝了一口水，便吻了上去，用嘴渡水到高渐离嘴里。正所谓英雄难过美人关，高渐离瞬间满血复活，开始大口吃肉。从那以后，他一边享受美好生活，一边谱写琴颂，闲暇之余还会手把手地教岳阳弹琴。岳阳公主也被触动，久而久之，两人对彼此产生好感。为了报复嬴政，高渐离找准机会玷污了公主。更令人想不到的是，岳阳公主经过爱情的滋润后，从小右腿瘫痪的她竟然奇迹般的站立走路了。嬴政喜出望外，决定大设宴席。可下一秒，高渐离竟然拿着沾有公主落红的纱巾，在大庭广众之下肆意的大笑起来。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嬴政十分的愤怒，把高渐离放到大坑里，打算活埋了他。可埋到一半，嬴政停了下来，他猜想这是高渐离的求死之计，最后还是没有下手。高渐离玷污公主的事在朝堂之上传开，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。嬴政本来是要把岳阳公主嫁给王贲将军的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巩固自己的政权。待王翦父子攻破楚国回来后，听到了公主的事情，不禁愤怒不已，请楚王处决高渐离。但嬴政有自己的打算，他暴力征战天下，统一律法度量衡，却统一不了人心，想让高渐离谱写琴颂，以乐声统一人心，所以还不能杀他，只是将他安排做苦力。这天，嬴政带着公主和高渐离议和，返回途中突然遭遇刺客，一时兵荒马乱，烟尘四起，马车倾覆。高渐离为了保护岳阳公主，身负重伤。秦王焦急地询问情况，下令一定要救活高渐离。为了剿灭刺客，秦王下令方圆3里的人全体屠灭。随后狼烟四起，遍地哀嚎。此时高渐离瘫在床上，岳阳公主寸步不离地陪伴在身旁，周围蒸腾着草药的烟气。嬴政更是不惜剪下自己的头发，作为高渐离治病的药引子。大病初愈后，高渐离与嬴政把酒言欢，嬴政希望他能担任大乐府令的职位，高渐离却想要推辞，话还没说出口，就被岳阳公主用酒杯堵住。公主想让高渐离应允，并向秦王提出娶公主的条件。嬴政当然不会答应，岳阳公主只能嫁给王贲将军，他还要利用王翦和王贲父子为他打天下。在秦王心里，公主和高渐离都只是他的妻子。嬴政为了统一6国，不惜牺牲岳阳公主的终身幸福。不久，王翦父子不负众望，成功拿下齐国。嬴政开始称帝，按照约定，岳阳公主必须要嫁给王贲将军。岳阳公主100个不乐意，她找到高渐离，诉说内心的委屈。随后，公主脱下了高渐离的衣服，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。高渐离直接抱起公主放在祭台上，两人在宗祠里水乳交融，周围的法器落得满地都是。秦王得知此事后怒不可遏，侍卫把高渐离带到秦王居室，随后拔剑对着他身上的枷锁一顿乱砍。高渐离吓得瑟瑟发抖，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。这还没完，嬴政又命人将高渐离的眼睛熏瞎，以示惩罚。两人单独谈话，嬴政坦言他知道高渐离和公主两情相悦，表示只要再等几年，王贲战死沙场后，公主就能改嫁于他。高渐离也妥协了，表示自己会谱写琴颂。而另一边，岳阳公主含泪出嫁，心灰意冷的她狠心地在自己的额头上烙上了囚字，以此表达自己对高渐离的爱。高渐离来到送亲队伍旁，为公主送行。他用手摸着马车的铁锁，慢慢向上摸索，抚摸着公主的脸。公主含泪握住高渐离的手，将手放在自己的额头上。高渐离一惊，竟然烙上了个囚字。高渐离心痛不已。一番寒暄后，公主的马车上路了。到了王府，王贲看到他头上的囚字，愤怒不已，当场血溅婚房。嬴政悲痛不已，命人将王贲斩首，但他还是要举行第2天的开国大典。文武百官在高台之下为嬴政喊口号：千秋万岁，始自嬴政。鼓声敲出了请君大一统的气势。嬴政从高台上缓缓走下来，宣读就职诏书。高渐离则在一旁弹奏琴颂。听着嬴政冠冕堂皇的话语，高渐离突然缓缓起身，
举起古琴，用力砸在嬴政身上，随后被一堆人摁倒。这并没有影响嬴政的讲话。高渐离吐槽，以后史书上会记载开国大典上的嬴政被他袭击，马上被嬴政怼了回去。你错了，史书由我来写。此时高渐离已经奄奄一息，原来他事先服下了毒药，现毒药已经开始发作。秦王不忍高渐离毒发痛苦，一剑刺入他的心脏，至此曲终人散。而后秦王继续他的开国大典，他一步一步走上高台，将火把扔入大鼎中，点燃了祭火，但他却高兴不起来，而是跪在地上痛哭了起来。最疼爱的女儿和好友相继离去，这一刻的他不再是帝王，而是一个故人的好友，更是一个孩子的父亲。50年后，嬴政被抬着参加祭河大典，此时的他白发苍苍。仪式开始之后，他就命人将所有的乐器推入黄河，并让乐师奏响清颂。一曲完毕，嬴政感慨道：“音乐实乃剑物，乐人实乃剑人。今后谁敢重用乐人，杀无赦。”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影片《秦颂》于1996年上映。可惜的是，上映4天后被禁播，成为国产电影最大的遗憾。秦始皇虽然是一个历史伟人，但也是一个人性逐渐被侵蚀的可怜人。电影中的秦始皇可以牺牲所有人，奴役所有人，但是最后在登基大典上，他脆弱的内心世界在孤独的背影下一览无余。高渐离对他最后一击，与其说是为了给岳阳公主复仇，倒不如说是对秦始皇最后一丝残存人性的挽留。关注我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